欢迎订阅时事快线。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，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。每天10分钟，了解天下事。下边是详细内容。加拿大探测车寻找月球水。据 BBC 报道，加拿大航天局正大展身手，派出一辆探测车登陆月球，专门寻找水资源。这辆探测车将在月球南极地区开挖，那里可能藏着冰冻的水。这水不仅能支持未来月球基地的生活，还可能用来制造燃料，助力更远的太空探索。加拿大这次可是下了血本，联合 NASA 和其他伙伴，技术先进到能分析月球土壤里的水分子。科学家们兴奋的不行，说这可能是人类在月球定居的第一步。要是真找到水，未来的月球移民生活可就不是科幻片了。这项目预计2026年发射，全球都在盯着看加拿大的表现。乌克兰逮捕前议长谋杀案嫌疑人。据24 Hearth 去报道，乌克兰警方行动迅速，把前议长给抓了。这家伙被指控涉嫌谋杀，震惊全国。据说案件跟一桩复杂的政治阴谋有关，当局查到他可能策划了一起针对政敌的谋杀。乌克兰现在局势本来就乱，这事一出更是火上浇油，民众议论纷纷。检方表示，证据确凿，包括监控录像和证人供词，嫌疑人想翻盘可不容易。不过，这案子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猫腻，政治斗争的味道浓得化不开。接下来法庭怎么判，大家都等着看后续发展。美国计划迁移加沙并实施行政管理。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，美国又有大动作，计划把加沙地区的人口迁移，还想接手那里的行政管理。这消息一出，国际社会炸了锅。据说美国想通过迁移缓解加沙的冲突压力，同时建立一个新的行政体系来维持秩序。但这计划争议巨大，有人觉得这是干涉别国内政，有人担心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。加沙现在局势已经够复杂，美国这一步棋到底是想解决问题还是添乱？各方都在密切关注，接下来怎么落实，估计还得扯皮一阵子。以色列可能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。据日本时报报道，以色列又放大招，传出可能吞并约旦河西岸的消息。这事儿可不小，约旦河西岸一直是巴以冲突的敏感地带，以色列要是真动手，估计会引发轩然大波。报道说，以色列政府内部已经在讨论吞并计划，理由是安全需要和历史权利。但巴勒斯坦方面怒了，称这是赤裸裸的侵占。国际社会也纷纷表示担忧，怕这会让中东局势更乱。联合国和欧盟都喊话要冷静，可以色列似乎铁了心，这一步走下去，谈判桌估计得炸。大家都在看接下来会咋发展。普京挑战特朗普的乌克兰决心。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，普京又开始挑事儿，公开质疑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支持能坚持多久。俄乌冲突还在僵持，特朗普之前放话要强硬对俄，可普京似乎不买账，觉得美国新政府可能没那么硬气。报道称，普京最近在多个场合暗示，特朗普的承诺可能只是说说而已，还加大了俄军在乌东的动作，想试探美国底线。乌克兰急得直喊要更多援助，怕美国政策变卦。国际分析家说，这场博弈不光是军事较量，更是政治心理战。普京这招够狠，特朗普会怎么接？最高法院或将终结特朗普的贸易战。据时代报报道，美国最高法院可能要给特朗普的贸易战踩刹车了。特朗普上台后挥舞关税大棒，跟不少国家闹得不可开交。可现在最高法院接手了一桩关键案子，可能裁定他的一些关税措施违宪。报道说，这案子牵扯到总统贸易权的边界，商界和盟友都盯着看。如果法院真判特朗普败诉，他的大规模关税计划可能得大幅缩水，这对全球贸易可是个大消息，尤其是中国和欧盟。估计松口气的同时，也在重新算账。特朗普会认怂还是另想招，拭目以待。洛杉矶项目将波浪能转化为电能。据拉德沃尔报道，洛杉矶玩起了高科技，要把海浪变成电。一个新项目正在加州海岸搞试点，用波浪能发电，绿色又环保。这技术靠捕捉海浪的动能，转化成电能，足够给沿海社区供电。项目团队说，这不仅能减少碳排放，
还可能成为未来能源的主力军。洛杉矶政府和私企联手，投入不少资金，计划2026年正式上线。科学家们兴奋地说，要是成功，全球沿海城市都能跟进，可挑战也不小，比如设备得抗住海水腐蚀。网友都说，这要是成了，简直是能源界的浪漫革命。8. 特朗普的言论激怒了莫迪，导致印美关系紧张。据 Hot News 报道，特朗普又惹事儿了。他最近一番言论把印度总理莫迪气得不轻，印美关系直接降温。特朗普公开 diss 印度在贸易和外交上的做法，称印度占美国便宜，这话让莫迪政府很没面子。印度外交部紧急回应，暗示可能重新评估双边合作。两国本来在对抗中国影响上有点默契，现在却闹得有点僵。分析说，特朗普这波操作可能想在国内捞政治份，但没算好国际后果。印度网友炸锅了，觉得被背刺。接下来两边怎么修补关系，估计得费点心思。9. 中国提升上合组织地位，挑战美国全球安全。据路透社报道，中国放大招，要把上海合作组织上合捧成全球安全新玩家，直接跟美国掰手腕。中国最近在上合峰会上推新倡议，强调上合在反恐、能源和经济上的作用，隐隐有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秩序的意思。上合成员国覆盖中亚、印度、巴基斯坦等，影响力不小。美国坐不住了，觉得中国这是在抢地盘。专家说，中国想通过上合打造一个不受西方控制的合作圈，野心不小。可这也让一些成员国犯难，怕在中美间选边站。全球安全格局要变天了吗？大家都在看。10. 新药预防心脏病发作效果优于阿司匹林。据爱尔兰时报报道，心脏病患者有福了，一种新药横空出世，预防心脏病发作的效果竟然比阿司匹林还牛。研究显示，这款新药能显著降低血栓风险，比传统阿司匹林更有效，而且副作用更少。科学家们兴奋地说，这药可能改变心脏病治疗的游戏规则。临床试验数据亮眼，已经有医院开始试用，患者反馈也不错。不过，这药价格不便宜，普及还得看医保能不能跟上。制药公司正加紧申请全球上市，估计很快会掀起一股热潮。心脏病患者们准备迎接新希望吧。11. 人工智能制作色情视频，加剧性别歧视。据 Mazrab Hilmi 报道，人工智能又惹祸了。有人用 AI 生成色情视频，火速在网上疯传，直接把性别歧视问题推到风口浪尖。这些视频大多拿女性形象开刀，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，逼真到吓人。专家警告，这种技术滥用不仅侵犯隐私，还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，对女性尤其不公平。网友吵翻了，有人觉得 AI 得管紧点，有人却说这只是技术中立，关键看人怎么用。各国政府已经开始讨论立法，打算给 AI 使坏的人套上紧箍咒。可这技术传播太快，监管跟得上吗？大家都在拭目以待。12. 美国暂停向巴勒斯坦护照持有者发放签证。据《时代》杂志报道，美国又出新政策，直接暂停给巴勒斯坦护照持有者发签证。这消息一出，中东地区炸锅了。据说这决定跟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调整有关，官方理由是安全审查。但巴勒斯坦人怒了，觉得这是赤裸裸的歧视，严重限制了他们的旅行和移民自由。国际人权组织也跳出来批评，说这政策可能进一步恶化巴以关系。美国国务院暂时没松口，只说在评估情况。这事儿让本就紧张的中东局势更添一把火。接下来会怎么发展，大家都在盯着看。13. 金正恩加强导弹生产并参观新工厂。据日本时报报道，金正恩又在秀肌肉了。他最近下令加速导弹生产，还亲自跑到新工厂视察，摆出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。报道说，朝鲜这波操作是为了展示军事力量，工厂里全是高科技设备，专门造先进导弹。金正恩在现场笑得挺开心，称这是国家安全的大事，国际社会可坐不住了，尤其是美日韩，觉得这是在挑衅。联合国安理会估计又得开会吵一轮，但朝鲜似乎完全不 care。这工厂要是真开足马力，地区局势怕是要更紧张了。接下来会咋样？大家都在猜。14. 瑞典建造太空港以提升欧洲发射能力。据 Click on Detroit 报道，
瑞典放大招，要建欧洲自己的太空港。这项目直接瞄准提升欧洲的航天发射能力，打算跟美国和中国的太空竞赛掰掰手腕。太空港选在瑞典北部，地理位置绝佳，能轻松发射卫星和小型火箭。欧洲航天局也掺了一脚，说是要打破对俄罗斯和美国发射场的依赖。瑞典政府豪掷资金，预计2027年能投入使用。网友们都兴奋了，觉得欧洲航天要起飞了。不过，建太空港成本高，技术也复杂，瑞典这波能不能顺利，全球都在盯着看。15. 人工智能将重塑工作，创造机会。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，人工智能要给职场来个大翻新。专家说 ，AI 不光会抢饭碗，还会创造一堆新机会，像数据分析、AI 维护、算法设计这些岗位正热的发烫。报告预测，未来10年，全球会有上亿个工作岗位因 AI 转型，零售、医疗、教育行业都会被重塑。澳大利亚已经在推 AI 培训计划，帮工人转行抓新机会。不过，也有人担心 AI 发展太快，低技能岗位可能真保不住。网友吵翻了，有人觉得 AI 是未来，有人怕失业潮。这场职场革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16. 德国国防开支拯救了北约。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，德国这回真成了北约的大救星。最近德国大幅增加国防预算，掏出真金白银给北约输血，帮联盟摆脱了经费短缺的尴尬。报道说，德国不仅买了新装备，还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，北约其他成员国都松了一口气。美国也点赞，觉得德国这波操作让北约更团结，对抗俄罗斯的底气更足了。不过，德国国内有声音抱怨，觉得钱花太多，民生问题被忽略。网友们也吵翻了，有人喊欧洲安全第一，有人觉得德国被绑架了。这钱花的值不值，还得看北约接下来怎么用。17. 白俄罗斯演习将计划使用核武器。据德国之声报道，白俄罗斯这回玩大了，军事演习竟然要模拟用核武器，这消息直接让邻国和西方吓出一身冷汗。报道称，白俄罗斯跟俄罗斯走得近，这次演习明显是在给普京助阵，想秀一把肌肉。官方说这是防御性质，但谁信啊？波兰和立陶宛已经急了，北约也在开会商量对策。专家分析，白俄罗斯这是在试探西方的底线，核武器的影子让整个欧洲都紧张兮兮。网友们炸锅了，有人担心真会擦枪走火，有人觉得这只是吓唬人。局势越来越紧绷，接下来咋办？大家都在看。18. 含硫化合物将氨基酸连接到 RNA 上。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，科学界又有大突破，研究发现含硫化合物能把氨基酸粘到 RNA 上，这可是揭开生命起源的大线索。科学家说，这种化学反应可能在地球早期就存在，帮 RNA 和蛋白质牵手，为生命诞生奠定了基础。实验在实验室里重现了类似原始地球的环境，成果让人兴奋，觉得离破解生命从哪来又近了一步。网友们都惊了，说这简直是造物主的秘密被挖出来了。不过，这研究还得再验证，未来可能还会改写生物课本。这发现会不会让人类更懂自己，拭目以待。19. 美国禁止英特尔、三星在华运营。据 Tom S. Hardware 报道，美国放大招，直接禁止英特尔和三星在中国运营。这消息像颗炸弹，科技圈炸开了锅。报道说，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，限制这两大巨头在华生产和销售芯片，理由是担心技术泄露。英特尔和三星傻眼了，这可是他们的大市场，损失可能上百亿。中国的回应也很硬气，说要反制裁，国产芯片企业可能迎来机会。网友们吵翻了，有人觉得美国这是在搞科技冷战，有人担心全球供应链要乱套，这事儿对半导体行业影响巨大，接下来怎么博弈，大家都在盯着。20. 以色列隐瞒加沙战争真相，限制媒体报道。据世界报报道，以色列被曝在加沙战争中玩遮掩，当局严格限制媒体报道，封锁了不少现场消息，理由是安全需要。但这招惹怒了国际记者组织，觉得以色列在掩盖真相，特别是一些涉及平民伤亡的敏感信息。报道说，记者想进加沙采访几乎不可能，官方给的消息也模棱两可。
巴勒斯坦和人权团体直接开炮，说这是故意掩饰战争罪行。网友们也炸锅了，有人支持以色列的保密，有人喊着要真相。这事儿让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更摸不着头脑，争议估计还得烧一阵。21，举行望远镜更容易发现类地行星。据 HICE 在线报道，天文学家有新玩具了。研究发现，矩形望远镜比传统圆形望远镜更擅长找类地行星。这设计能捕捉更清晰的星光，帮科学家更容易发现遥远星系里的地球兄弟。德国科学家主导了这项研究，说矩形镜片能减少光线干扰，特别适合观察系外行星的大气。网友们都激动了，觉得这可能加速找到外星生命的步伐。不过，这技术还得花几年完善，造价也不便宜。未来要是真找到第二地球，那可是人类历史的大事件，大家都在期待这望远镜赶紧上天。22，疾控中心官员辞职，疫苗接种率下降。据 Medical Express 报道，美国疾控中心 CDC 炸锅了，高官接连辞职，疫苗接种率还直线下降，闹得人心惶惶。报道说，几位大佬辞职是因为内部政策分歧，公众对疫苗的信任也跌到谷底。尤其是新冠疫苗，不少人觉得没必要打，接种率比疫情前低了一大截。CDC 急了，推出各种宣传，想挽回局面，但效果不咋样。网友们吵翻天，有人说政府推疫苗没说服力，有人觉得辞职是甩锅。这事儿让公共卫生系统压力山大，未来咋办还得看新领导能不能稳住阵脚。23， Lecanemab 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。据 Spectrum 报道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有新希望了，一种叫 Lecanemab 的新药在早期治疗上效果杠杠的。研究发现，这药能减缓大脑中贝塔碱淀粉样蛋白的堆积，明显延缓早期患者的认知衰退。临床试验显示，用药的患者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下降速度比对照组慢了近30%。科学家们兴奋的不行，说这可能是攻克老年痴呆的关键一步。不过药价不便宜，副作用也有待观察。网友们都说，这要是普及开，多少家庭能松口气，接下来就看能不能快点上市了。24， AI 听诊器可快速检测3种心脏状况。据今日印度报道， AI 又秀了一把，新型 AI 听诊器能快速揪出3种心脏毛病，简直是医生的小神器。这玩意儿用算法分析心跳声，精准检测心律失常、心力衰竭和瓣膜问题，比传统听诊器效率高多了。研究说，它几秒钟就能给出诊断，准确率高达 90% 以上。医院试用后，医生们都夸这技术省时省力，尤其适合偏远地区。网友们也炸了，说 AI 这波操作太硬核，未来体检可能都不用排队了。不过设备成本还得降，不然普及有点难。这 AI 听诊器会是医疗界新宠吗？拭目以待。25， 47名阿富汗人抵达汉诺威。据 NDR 报道，汉诺威张开双臂，接纳了47名阿富汗难民。这些人刚逃离战火，带着一家老小来到德国，寻求安全新生活。地方政府火速行动，安排了临时住房和医疗检查，志愿者也忙着送温暖。报道说，这批难民大多是专业人士和年轻家庭，希望能尽快融入德国社会。但汉诺威的安置能力也面临考验，部分居民担心资源分配问题。网友们吵得热火朝天，有人感动于德国的人道援助，有人觉得得先照顾本地需求。这波难民潮让欧洲的移民政策又成了焦点。26，太阳轨道器追踪电子到太阳喷发。据雅虎新闻香港报道，太阳轨道器牛大了，科学家用它成功追踪到太阳喷发的电子来源，揭开太阳风暴的秘密。这轨道器是欧洲航天局的宝贝，能近距离观察太阳，发现这些电子来自日冕的特定区域，这对预测太空天气超级重要，能帮地球提前防住太阳风暴对卫星和电网的冲击。科学家们乐坏了，说这数据可能改写太阳研究的教科书。网友们也兴奋，觉得这像是科幻片走进现实。不过，分析这些数据还得花时间，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惊喜。这轨道器会带给我们啥新发现？等着瞧。27，梅尔茨支持女性征兵。据每日新闻报道，德国政界大佬梅尔茨又放大招，公开支持女性征兵。
他认为军队的男女平等，女性参军能让德国国防更强大，还能打破性别壁垒。这话一出，舆论直接炸了。支持者觉得这能激励女性，增强军队多样性，反对者却说强迫女性当兵太离谱，可能会引发抗议。德国现在兵力短缺，梅尔茨想借这招翻盘，可网友们吵翻了。有人觉得这政策很进步，有人喊别把女性推上火线，这事儿要真推进，估计还得扯皮好一阵。28，中俄反对欧洲对伊朗实施制裁。据路透社报道，中俄联手给欧洲泼冷水，强烈反对对伊朗的新制裁。欧洲最近想因为伊朗核问题加码制裁，但中俄站出来说不行，称这会让中东局势更乱。两国的理由是，制裁只会逼伊朗更强硬，解决不了问题，还可能破坏外交努力。伊朗也放话，说欧洲敢制裁就奉陪到底。国际社会这下头大了，网友们也吵翻了。有人觉得中俄在护短，有人认为欧洲太咄咄逼人，这事儿让伊朗和谈判的路更坎坷。接下来咋办？估计还得扯一阵。29，法国命令医院做好战争准备。据真理报报道，法国放大招，要求全国医院为战争做准备。这消息一出，吓得大家一愣。报道说，法国政府担心欧洲安全局势恶化，尤其是俄乌冲突的溢出效应，决定让医院囤积药品、设备，还要培训医护人员应对战时伤患。法国官方称这是预防措施，但民众有点慌，觉得这是在为大战铺路。网友们炸锅了，有人说法国未雨绸缪很明智，有人觉得这太夸张，吓唬人。医院已经开始演练，气氛有点紧张，这事儿会不会真预示着什么？大家都盯着看。30，拳击手挑战性别验证规则。据未来报报道，拳击圈炸了，一位拳击手公开挑战性别验证规则，掀起轩然大波。他质疑国际拳联的性别检测方法不公平，称规则模糊且有歧视嫌疑。这事儿起因是他因检测结果被禁赛，觉得自己被冤枉。拳击界和网友们吵翻了，有人支持他，觉得规则得改，不然对运动员不公平。有人认为性别验证是保证比赛公平的必要手段。国际拳联压力山大，说会重新审视规则，但没给具体时间表。这争议估计会烧到其他运动项目，体育界的性别问题又被推到风口浪尖。31，巴西政变审判或成为民主的里程碑。据路透社报道，巴西政坛的大戏要开场了。针对2023年1月8日支持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暴乱分子的审判，可能成为巴西民主史上的一大里程碑。这场审判不仅要追究那些冲击国会、最高法院和总统府的暴徒责任，还可能重新定义巴西的民主底线。检察官们磨刀霍霍，准备用法律给政变企图画上句号。民众和媒体都盯着这场审判，觉得这可能是巴西从政治动荡走向稳定的转折点。网友们也炸锅了，有人说这是对民主的捍卫，有人担心会加剧社会分裂。这审判结果估计会让巴西的政治版图抖三抖。32，学者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。据 SVT 报道，学术圈投下重磅炸弹，多位学者公开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构成种族灭绝，引发全球热议。他们援引国际法，称以色列的轰炸、封锁和人道援助限制导致数十万平民死伤，意在摧毁巴勒斯坦族群。南非在国际法院的诉讼也得到支持，巴西等国近期加入指控行列。以色列反驳说，行动只针对哈马斯，平民伤亡是附带损失，但学者们不买账，指出高层官员的言论暴露了灭绝意图。网友吵翻了，有人支持学者揭露真相，有人觉得这指控太重。这场争论估计还得烧到国际法庭上。33，健康计划必须涵盖 Implanon 植入物。据圣保罗夜报报道，巴西卫生部门放大招，健康保险计划得把 Implanon 避孕植入物纳入报销范围。这玩意儿是根小棒，植入手臂就能避孕好几年，特别受女性欢迎。新规一出，意味着更多女性能用上这高效避孕法，省下不少钱。政府说，这能降低意外怀孕率，还能促进性别平等。医生们也点赞，觉得这对公共健康是大好事。不过，保险公司有点叫苦，担心成本飙升。网友们讨论热烈，有人觉得这政策超贴心，
有人吐槽报销流程可能又复杂又慢，这新规会咋落地，大家都在看。34，泽连斯基出席巴黎安全会谈。据安萨报道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跑到巴黎开安全会谈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这次会谈聚焦俄乌冲突，泽连斯基想争取更多欧洲支持，尤其是武器和资金。法国牵头组织，几个欧洲大佬都到场，讨论怎么帮乌克兰顶住俄罗斯的压力。泽连斯基态度硬气，说乌克兰不会退让，但也喊话西方得加把劲。会谈气氛紧张，欧洲内部对援乌力度也有分歧，网友们吵开了，有人觉得欧洲的更团结，有人担心这会把冲突拖得更久。这场会谈能不能给乌克兰带来新转机，大家都在盯着看。35，人工智能软件使中风康复率提高3倍。据《泰晤士报》报道，人工智能又立大功，一款新 AI 软件让中风患者的康复率飙升3倍，简直是医学界的黑科技。报道说，这软件能分析患者脑部数据，定制个性化康复计划，帮他们更快恢复语言和运动能力。临床试验显示，用 AI 辅助的患者比传统疗法进步快得多，医生都惊呆了。这技术已经在英国几家医院试用，效果杠杠的。网友们激动的不行，说这给中风患者带来了新希望。不过，软件成本不低，普及还得看医保支持。这 AI 会成康复神器吗？拭目以待。36，马杜罗威胁称，若遭到袭击，共和国将武装起来。据星报报道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放狠话了。他说，如果国家遭到袭击，全国人民都会武装起来，准备硬刚到底。这番话针对的是美国和一些邻国的敌对动作。马杜罗觉得有人想搞乱委内瑞拉，他还展示了一堆新武器，说军队已经整个带弹，国际社会有点慌，怕这会让拉美局势更紧张。网友们炸锅了，有人支持马杜罗保家卫国，有人觉得他这是在转移国内经济危机的注意力。真要擦枪走火，估计大家都得捏把汗，这事儿会怎么发展还得看。